故事要从一个出生在福建的少年讲起。少年时期，因为家中变故，我孤身来到了澳门，并且拿到了这里的身份证，也在这里完成了我的学业。来到这里，我才发现家人口中遍地是黄金的澳门，和我看到的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外面的赌场明明金碧辉煌，居民区内却满是破烂的景象。我的生存环境甚至比在内地时还要糟糕。夏天没有空调，只能挤在又旧又小的房子里。虽然这里的房子破烂，但是租金也不便宜。这里的消费高得让我望而却步。我本来就没什么钱，为了活下去，只能每天往返珠海买菜。我心里一直清楚，母亲能把我托举到澳门来，已经拼尽了全力。为了凑齐学费，每个寒暑假我都在打工，穿梭在各大酒店当服务员。虽说时薪有50元，可放在澳门高消费里，根本就是杯水车薪。白天当学生上课，晚上当服务员端盘子，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。乃至后面大学毕业，我还常跟同学打趣说，我的毕业证书是靠端盘子端出来的。大学毕业出来后，我也面临着找工作难的问题。为了尽快能帮到家里，大学刚毕业的我直接选择了去工地打工。澳门这座城市很小，小到还没有一个机场大，以至于我从工地下班的路上常常会遇到同学。我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要泰然处之，可青春期里那股强烈的自尊心还是常常让我抬不起头。后来工地里一起干活的一位大叔跟我说，想过更好的日子就得去名利场里闯一闯，有几个福建人也是在里面闯荡出来的，甚至还拥有了自己的贵宾厅。于是我辞去了工地的工作，选择了去赌场的招聘会面试。可没有人脉、没有经验的我，最后只能成为一名茶水服务员。每天我端着茶水，一边走一边盯着赌桌，也在默默观察着场面上形形色色的人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发现有一种职业不仅收入高，过得还特别体面，那就是澳门公关。我当即就下定决心，我要当一名公关。接着我就给各大赌场都发去了简历，也硬着头皮参加了无数次的面试，可结果每次都被拒绝。面试官开口总绕不开一个问题：你手头上有没有客户资源？就这样，我每年都去面试，每年都被拒绝，直到后来，我好像突然之间顿悟了，有些东西不一定非要让人家实实在在看到，能让他们听进去，相信我就好了。于是我咬着牙去菜市场，花了400块给自己买了一套西装。再去面试时，我不再唯唯诺诺，直接说给他们想要听的内容，还当场立下军令状。没完成业绩，我自己滚蛋。没想到这一次，我真的成功入职了。就这样，我成了一名澳门公关。其实若干年后，我才知道，当初老板早就知道我面试时在吹牛。或许是我年轻的野心，又或许是我立下的军令状打动了他。入行后，我才发现澳门公关比我想象的难多了。厂子里的客户大多已经有了会员卡，而且都有专属的公关在跟进。这类客户我根本碰不得，我必须得有自己的人脉，能拉来一群有钱人专门支持我的业绩，不然业绩不达标，我这个实习期的公关很快就要卷铺盖走人。